今天给大家唠唠谋孙策，这个武将牛逼了，那个男人的谋版本。其实说实话，就现在手杀的这几个谋系列的主公，谋刘备、谋曹操、谋大嘴，还有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谋孙策，就你别管他们设计的好不好，数值爆炸，契不契合历史，他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军阀主攻方的胜率。就你选这些武将当主公，还真能跟反贼方周旋。咱也不是说吹这些武将啊，他们确实就是一些数值怪，但是咱就实战而言，这些武将的存在还真就优化了手杀现在的军阀环境。你选个烂孙权当主公，你真打不了呀，曹丕都很难打了，反贼杀了10来年了，天天反贼碾压主攻方，那也不好玩。出一些这种主公将挺好的，还是脚踏实地的。那咱们看这个谋孙策的技能啊，咱先看我们的大激昂。激昂的基础描述是没有变的，红杀复红杀，决斗复决斗，还是我们熟悉的孙膑啊。但是他多加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厉害了，出牌阶段限一次，你可以将所有手牌当决斗使用，你使用决斗可以多指定一个目标，若如此做，你失去点体力。这个技能啊，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北帝王刘晨的战诀吧，对吧？也是所有手牌当决斗使用。那这样看来，你谋孙策设计的就没有什么新意了，本质上还是复制技能、堆积技能。不过咱该说不说啊，战诀这个技能模板设计的太棒了，可玩性和强度都兼具。战诀和谋激昂这种技能都蛮适合主中的，因为主中方想打出来优势啊，他一定不是和反贼去磨去拖，第一回合就是需要去盲狙的，不盲很难打。谋激昂这个技能啊，上来第一回合那把其他牌出一出，那就决斗呗，你失去点体力还能多决斗一个人。那多决斗一个人，也就意味着你激昂可以再多摸一张，也就是我转化完决斗之后，立马就能返回来2张牌。那这样一来，砸角的概率也降低了，还能多过牌，反正就是打压制嘛。有朋友说这类技能不适合主攻啊，太冒险了。你不怕你一轮直接就被反贼秒了吗？没错，这就是刘晨主退环境的原因啊。主攻是要忙，但你咔咔上来就把手牌全扔了，去和反贼拼命，那太赌了。但是你不赌，第二轮再启动的话就又有点晚了，你也没什么防御技能，就如果说没有荀彧这种的补牌去包养你的话，你就完全没法打。但是谋孙策不怕，这个谋孙策还真有上来就去莽的资本。咱们看他的觉醒技魂姿啊，你脱离濒死状态时，你减一点体力上限，摸2张牌，然后获得英魂和英姿。对，脱离濒死状态时啊，这个条件看起来比以前的那几个孙膑觉醒条件要苛刻很多，但其实不是啊，各有特色。咱们去看主攻技，制霸限定技，当你进入濒死状态时，你可恢复 X 点体力， X 为场上无视力数，并升级技能激昂，然后其他无视力角色依次受到1点无来源伤害，若其因此伤害死亡，则其死亡后你摸3张牌。那这个就有点像曹睿的主攻技兴衰啊，忠臣献祭自己保主攻，死了也不亏，主攻直接摸牌。那这就有意思了，就谋孙策当主攻啊，不用太在意自己回合外的留牌了，不用太想着打防御，你前期莽就可以，只要忠臣不乱选，选个踏实的无锅将。那谋孙策被你们反贼打进濒死，或者说自己决斗被砸脚进濒死，我直接复活觉醒就可以了，还能升级激昂。那就算没有无锅忠臣，场上就我孙策一个无锅，我也能扎实的回一滴血。制霸这个技能它既是防御技又是威慑技，你们反贼想秒我孙策，那来呗，就赌命呗，被秒就被秒了啊！你们一旦秒不了我，我就变强啊！你不想杀我去打忠臣也可以，但是谋孙策跟标界孙策不一样，你们反贼方很难打围观啊！我不觉醒，我也有主动的这个输出能力和过牌能力的。没升级的这个激昂已经是一个很强的技能了，就你不动我，我不弱；你要动我的话，动不死，我就更强。对，那咱接着看觉醒后的孙策，觉醒后还是要掉一点血上限的，这点没变。但是他觉醒完立马就能摸2张牌，然后拿到谋英姿和英魂啊，英魂没变，但这个英魂的话对谋孙策来说啊没啥用。主要是这个谋英姿，这个谋英姿咱去年就说过，越顺风越强，基础的手牌数血量越高啊，装备越多，摸的就越多啊。滚雪球，对你谋孙策觉醒完拉状态就可以了，不要想着不吃桃，用什么烂英魂，你状态直接回满，一回合摸4摸5还能多存牌，这玩起来真的很爽的。这就是我常说的个人能力。别忘了这个激昂也升级了，从出牌阶段限1次改成了出牌阶段限 X 次， X 还是全场无视力数，就觉醒后的孙策玩法就变多了，你想莽也能莽，就咔咔出去决斗也很帅，还能让你多决斗2下，你想稳也能稳，就你稳当的谋英姿多摸牌也能过得很舒服。
逆风顺风都能打。觉醒后的谋孙策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将。整体来说啊，这个谋孙策虽然说没什么创意，但是人家毕竟堆砌了刘晨的技能机制，所以还是蛮好玩的。当主公也很强，但也仅就能当主公。就你看这个主攻击设计的三国杀，他就没想让你在其他身份选谋孙策。那这个孙策呢，也很贴合历史上孙策豪放不羁的性格，英杰之气，玩起来需要你有魄力，但说实话也容易玩脱。如果说你缺一个常备主攻的话，那你是可以搞过来玩玩的，但是他不如谋袁绍和那个刘璋稳定。OK， 这是谋孙策。沙场破敌，与我易如反掌；逢对手遇良将，快哉快哉！锦绣江东，岂容小丑横行？